我还记得3月份的时候，刚刚做了红死魔的一个详细测评，没想到大东西又来了，双形态玩法附带各种武器，阿卡姆骑士，咱们自家的屏。那么这款模型的数字表现，一个视频带大家了解一下。首先，盒子正面的峰会呢，延续了系列的设计，依旧是一个雨夜中的人物形象，整体呢与其他2款是一样的，但是盒子的大小呢会有一些区别。阿卡姆骑士的盒子高度会矮一些，但是长度会更长一些，盒子上面的排版以及整体的大小会更接近于金属系列的盒子。同样的，盒子材料呢也采用了与金属相同的硬质盒子，整体的做工更好，因为硬度上升了嘛，所以盒子的保护性呢也会更好一些。在盒子的两侧呢采用了侧开式磁吸的一个结构，打开来之后是可以直接将整个正面的盖板拿下来的。咱们翻到背面啊，你就可以发现它其实是一个背景板，这个也是本次的一个升级点。相比较前2款的纸质的一个背景板呢，本次采用了一个硬质的，所以说整体的自立性会更好，效果呢也会更好一些。去掉上盖以后呢，是一个隔层，上面呢也会印有一个阿卡姆骑士的 logo 以及形象。打开来之后就是本次里面的内容物了，一共是2层吸塑，一层呢是武器地台，另一层呢则是主体以及手型配件。那么咱们直接来看主体，首先主体方面呢，本次依旧是还原游戏中的一个形象。阿卡姆的战甲其实是非常具有科幻风格的，它的这个战甲底衣呢是一个黑红的迷彩紧身作战服，作战服的细节可不少，皮革、织物各种材料结合出来的外观呢，本次都是有进行一个还原的，整体的质感是非常不错的。而在四肢、头部、胸口这些主要的位置呢，你能发现一个武装模块的搭载，比如枪铁色跟黑色的护甲，在枪铁色和黑色的护甲外呢，还点缀着蓝色荧光模块，这个在游戏中呢是会亮的。那么本次模型呢，为了还原游戏中的一个效果，所以在这个模块上面全部都是给到了一个不错的涂装。在全身战甲各处呢，也有做到金属涂装以及金属做旧的效果。本次阿卡姆骑士的头盔呢，相信大家也发觉了，最外面这一层呢是透明件，然后内部采用了金属涂装，可以很大程度还原游戏中全息头盔的一个样子，并且随着光打上去的时候呢，整体的观感也非常棒。眼睛部分呢也有单独进行强调，实现游戏中发光的效果，并且额头中大家戏称的棋盘，这次也是有还原到的。那么接着咱们就来讲一下可动了。头部方面呢，本次是有给到2个防穿帮的，一个就是后脑勺这边的嵌套零件，还有一个就是领口这边。头部双段的球冠，低头幅度呢是可以贴到胸甲这边的，整体的幅度还算可观，并且低头之后呢，整体的这个一体性观感也是非常好的。抬头双段的关节，并且加上后面的防穿帮零件可以避让，让整个抬头的幅度表现呢都是非常理想的。因为是2个球冠，所以说头部有一段旋转，脖子这边呢也有一段旋转，当然360度的旋转呢是没什么问题的。头部侧摆的时候呢，这个领口零件也会进行一个避让，整体幅度大概就是这样子了。肩甲呢是可以外拉抬起的，这样子手臂避让的时候呢，就会有一个活动空间了。本次蝴蝶肩呢是有一个外拉结构的，外拉之后可以大幅度的提升它的一个可动范围，外拉之后呢也不会有穿帮，内部战衣底衣的这个细节呢也是有做出来的。而本次胸甲这边大家看到左右2侧有一个小零件，这个小零件呢是可以向内收缩的，这样子在手臂进行一个内收的时候呢，这个小零件就会进行一个避让，增加可动范围。为了有更大的手臂内收角度，在手臂平转的关节位置呢多了一处活动位，手臂的一个单独活动。蝴蝶肩的活动，胸甲的避让，再加上手臂的活动，3个设计的效果，让整个手臂的内收实现一个非常大的角度。也正因为如此，就可以摆出一些很自然的双手持枪动作了。手臂平台在肩甲避让的情况下呢，是可以轻松超过90度的。手臂聚肘双段的关节幅度大概是这样子，整体幅度还算可观。在手臂弯曲露出手肘的时候呢，依旧会有一个战衣底衣的一个细节刻画，整体做了一个防穿帮。阿卡姆的上半身除了胸甲以外呢，是一个紧身的作战服。为了实现一个比较好的弯腰角度呢，在胸部以及腹部这边呢，切分了3段可动的空间。在保证了胸腰的一个外观前提下呢，也能实现一个非常好的弯腰角度。咱们视角来的背后，随着弯腰，背部这边呢也会随着拉伸露出更多的战衣。这个腰部的防穿帮，大家觉得怎么样呢？腰部3段的活动，所以说能让它的侧摆也实现一个非常好的角度。摆起来的阻尼呢适中，并且随着侧摆呢，侧边这边也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体性的。腰部旋转切分的3个地方呢，全部都是可以进行角度调整的，所以腰部旋转的时候呢，你可以通过3个部位来细微的调整旋转的一个角度。阿卡姆骑士的腰部这边呢，采用了一个不对称式的设计，战术腰带上面呢，全部都挂有了一些工具包以及一些投掷的烟雾弹、手榴弹之类的。2侧的工具包都是可以进行活动，用来避让，并且材质呢也是软胶的。而大腿右侧的这个战术带呢，它是固定在胯部，并没有固定在大腿上，所以说大腿活动的时候呢是不会有影响的。但是左侧这边的这个战术带呢，它是从胯部这边一直连接到大腿上的。
定在大腿上，所以左侧这边呢，在大腿活动的时候呢，它会进行一个干涉。这个地方呢是有一个设计的，它这边是有一个装配位，可以直接将它拔下来，这样子就可以进行一个活动避让了，大腿就可以自由的活动了。腿部呢，本次是可以进行一个下拉，下拉之后呢，可以增加腿部活动的一个空间。腿部前踢是可以远远超过90度，没有什么问题。后踢的话，大约是在60度左右。侧踢可以达到一个标准的90度。整体的可动做一个这种坐立体前屈的动作也是没什么问题的。大腿根部这边附带平转的角度，腿部弯曲双段的关节，整体幅度呢大约是在150度左右。随着腿部弯曲，露出的膝盖呢也有做到一个裤子的纹理细节。小腿处呢设立了一个平转位，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旋转。在脚部这边、腿甲这边呢，它会有一个绑带，从右边一直环绕到左边，环绕在脚踝上面。这个绑带呢是软胶的，所以说脚部的前后摆呢是不影响的，侧摆的接地呢也不会受到影响，也没什么问题。脚部旋转的时候呢，大家不要360度旋转，以防绑带受到损坏。手型有放松手、握拳手、握持手以及抓握手。除了这4对手型以外，还有单独的一个摁头盔的右手手型。接着，我想应该是大家比较关心的真人头部分。本次的真人头呢是阿卡姆骑士头盔打开露出面庞的一个造型，设定中小丑留下的英文字母 J 型的一个伤疤呢，在这个头雕上也是有还原到的。整体的涂装呢还是比较细的，甚至你连胡茬的这个细节呢，在边缘处也是能看到的。在打开的面罩部分呢，整体的涂装也没有落下，跟正常戴头盔的阿卡姆骑士头盔保持了一致的涂装水准。安装在身上呢，也不会有什么违和感。配合杰森的表情，摆一些持枪动作，真的很有感觉。那么大家觉得这个真人头表现的怎么样？符不符合大家心中的一个预期呢？那么接着咱们来看一下武器配件。首先是杰森最常用的改装型手枪，枪身呢是有枪铁色的一个金属涂装，数量呢跟设定一样是2把。除开改装手枪以外呢，还会有一把正常的普通手枪，整个尺寸呢会比改装手枪要小一些，整体的涂装呢还是比较细致的。对于全身不错的可动啊，再搭配上握持手型，摆这种双枪动作呢，是手拿把掐，基本是随便摆都可以。最经典的双枪合体变形成的狙枪呢，本次有附属，并且也有还原出双枪的握把的一个样子，整体涂装呢也是有给到的。握持这个狙枪的时候呢，抓握手型也可以搭载在枪的前端，这样子会显得很自然。最后一个武器呢是火箭筒，火箭筒为了方便固定和握持呢，在侧边呢是有一个握持手型的，直接安装就可以。前后的盖板呢全部都是可以真实翻开的，整个火箭筒呢都有给到金属涂装，并且做了一个很重的一个做旧，搭配上附属的跳件呢，就可以实现火箭弹发射的一个样子。当然，将火箭筒作为一个摆件搭配进动作里面呢，整体观感也是比较不错的。那么最后一个玩法，大家应该也看到了，西数里面呢还提供了一份红头罩装甲的一个替换件。那么本次呢，阿卡姆骑士是有一个双形态的，你可以将它的蓝色的那个装甲全部拆下来，更换成红头罩的。我这边呢也给大家简单的演示一下。首先，旁边的小零件需要复原到位，然后直接将中间的大的胸甲拆下来。拆下来之后呢，旁边的小零件是 C 扣的，咱们也直接取下来，然后咱们再依次安装回胸甲以及胸甲旁边的小零件，全部安装到位就可以了。接下来是球冠，咱们直接拔下来就可以。接着咱们捏住手臂根部，将手臂取下来，将蓝色的臂甲取下，然后咱们直接更换成红头罩的红色臂甲就可以了。小臂处的蓝色零件是个插装，取下来之后直接更换成对应红色的就可以了。接着呢，咱们将手臂接回去，然后咱们安装肩甲。肩甲部位呢，咱们捏住这个球冠，将这个球冠关节呢往外拉出一截，这样子会方便肩甲安装。肩甲直接对准安上去，然后确认一下安装有没有到位。小腿处的蓝色零件呢，咱们先将腿部弯曲，然后直接拔下来，更换上对应的红色就可以了。这样子一半的颜色就更换完成了，整体更换难度不是很高。这里需要提一点，这个装甲的话是分左右的，在内部呢也会有标识，大家可以根据标识来判断正确的方向。最重要的一点，阿卡姆骑士脑袋里面的防穿帮件，大家记得要移到红头罩的面罩里面。整体的红头罩外观呢就是这个样子了。阿卡姆骑士身上的蓝色装甲全部变成了红色，与身上的红黑迷彩裤的纹路呢也是相对应了，全身都是红色的。红头罩的头盔呢，该有的细节也一点没有少，与阿卡姆骑士的头盔同理，最外层呢是透明件，内部采用了金属涂装，尽可能的实现有一种全息头盔的一个样子。头盔上的全息电路纹路呢也是有刻画出来的。装甲的替换呢，也并不会影响模型本身的可动，所以说之前的可动跟现在是完全没有区别的。把玩的时候呢，替换的装甲也不会松脱，也不会掉落。相比较于阿卡姆骑士的蓝色，代表着隐藏，代表着神秘。那么红头罩的红色呢，无疑是进攻性更强的杀手。简单的替换几个装甲呢，就能带来不一样的感受。那么以上就是本次的阿卡姆骑士详细的一个测评展示了。那么这款阿卡姆骑士，大家觉得还不还原心中的那个感觉呢？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里面聊一聊。咱们下期再见啦！